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5月29日下午的14点04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那比特币连续17个交易日出现了一个震荡结构，这个震荡结构呢完全背离了美股的反弹。我们看到了美股在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遇到了120日均线。120日均线呢构成了它的支撑在这个支撑效果下呢，发生了日线级别的反弹西游目前美股已经出现了日线级别的反弹西游，但美股出现日线级别反弹西游，比特币没有跟随没有做跟随动作没有做同步的跟随动作。但是呢，这轮行情我们发现了比特币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周线级别下跌。这个周线级别下跌呢，是以4月4日这周为开端的4月4日这周呢是悟空阴线，然后是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唐僧阴线出现之后呢，走出了一个低点26591这个位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呢，又继续往下震荡震荡的过程当中尚未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我们认为4小时级别反弹是这样的这个位置呢是悟空阳线组，这个位置呢是八戒阳线这两根阳线走出来之后，它是4小时级别的。我们认为行情有这样的走势一般来说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也就是周线级别下跌之后很容易走出4小时级别的反弹到日线级别的反弹，但这轮行情显得非常弱势，完全没有走出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这里我们看它在4小时震荡的过程当中，通过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在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有这个悟空阳线组和八戒阳线八戒阳线被杀死之后目前呢有可能发生复活。为什么发生复活呢？因为这个收敛三角形跌破之后，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焦点位构成了一个黑洞的效应。黑洞效应引导下呢，这个八戒位就有可能复活。复活的目标点位呢，我们看到是八戒的收盘价八戒阳线在这里的收盘价，也就是30600美金目前震荡过程目前的震荡过程当中这个位置呢很容易到达，最终呢它可能形成一轮真正的4小时级别反弹。4小时级别反弹的目标位，我在前面反复说了就是日线级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也就是去年1月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之前的行情当中它是一个支撑位，跌破之后形成阻力，这个阻力位置也就是4小时级别能够反弹的目标位在33000美金附近在33000美金附近。行情目前走势显得非常弱势，但是呢行情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我们看到了美股已经提前于比特币发生日线级别反弹。那比特币没有同步跟随，但是呢它有可能做什么呢？做异步跟随什么叫异步跟随呢？就是比特币和美股发生背离关系之后也就是美股涨了，但是比特币没有涨，或者甚至是还跌了，发生背离之后就有机会发生异步同步最终呢涨上来跟着美股的脚步涨上来抵达到这个压力位附近。但是呢话说回来目前比特币已经在4月初的时候到今天今天是5月底了，已经5月29日了，完成了周线级别下跌，并且跌破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33000美金。那目前呢比特币属于一个熊市状态在熊市当中在下跌的这个大趋势下，我认为主动布局空单是能够在这个行情当中获利的。那怎样布局空单呢？布局空单的时候呢，我认为要在压力位附近去布局。那第一个压力位呢，我们认为是当前行情当中4小时级别波峰连线构成的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呢大概在29600但是呢目前处在一个收敛结构末端收敛结构的末端，这个末端的位置上呢，如果发生反弹
这个位置呢很容易发生突破。突破之后呢，上方的压力就是刚才我们说的4小时级别的压力啊，在33000美金啊。但是呢，行情当中你要布局一个仓位啊，你不布局仓位，你就不可能和行情发生关系。只有你和行情发生关系之后，你的心态才能稳定下来啊。有很多朋友啊，追求点位的极致啊，他追求的极致呢，他想在最高点做空，在最低点做多啊。但实际上啊，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啊，无论是什么样级别的大神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你怎么样控制自己的心态呢？首先呢，你要建立一个空单啊，建立一个5倍空啊，仓位可能是100美金或者100块钱都可以，非常小的仓位。你和行情发生关系之后啊，你的心态就会稳定下来，因为这个行情啊，它始终是在动态震荡的啊。这个动态呢，有点像一个游戏，比如说桌面上放200块钱，然后你的手放在这个200块钱上面啊，有一段距离，然后你的同伴的手放在你的手上面，然后你同伴的手动，他的手动的情况下，然后你才能抓钱啊。这个游戏你的同伴一定会赢，每次会赢，因为他手动了之后，你的手才能动。你要看他手动了之后，你的手才能动去抓钱啊。你要经过神经的反射，你要观察，你要反射到手啊，你要去最后才能做抓钱的这个动作啊，永远都赢不了。行情也是这样的啊，比特币的价格一直在波动啊，等它到33000的时候，你还会认为它有没有可能到35000？到35000的时候，你还会认为它有没有可能到41000啊？这种情况下，行情动，你的心态也在动啊，跟随着这个行情动，不断的波动。但是呢，你如果布局一个仓位之后啊，你的心态就会稳定下来。稳定下来之后，你就容易在这个行情波动到一定的阻力的时候啊，积极的去加仓啊，做主动性动作。你的主动啊，应对了行情的波动啊，这种情况下呢，更容易在行情当中啊找到合理的布局点。话说回来啊，今天是周日啊，明天马上是周一了，美股对比特币的影响会继续啊。首先呢是美股的盘前合约啊，明天会开盘啊，然后明天晚间美股开盘之后啊，会对比特币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在这个行情下啊，如果发生反弹啊，结构性的反弹，这个结构呢是在近焦点这个区域上啊，可能是通过焦点之后，可能是在这个位置上啊发生反弹。总之呢，时间已经临近了啊，已经临近的情况下呢，积极做这种应对啊，目前呢，我们看到了以太坊的结构呢非常有趣啊。查一下以太坊啊，这个以太坊出现了一个左高右低的形态，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右空啊，它很容易拉上来啊，那如果以太坊拉上来的同时，比特币也会跟随啊，他们两个谁动的话，都会对彼此有影响啊。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啊，首先建立观察仓，然后遇到阻力位啊，再加仓啊，加仓这个空单。那我们回到以太坊啊，以太坊这个在4.5 级别线上啊，构成了同比特币类似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我们看啊，它虽然跌得比较深啊，但是它同比特币的形态是一样的。啊，都是在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跌破，之后呢，我们观察到啊，这个位置上呢有焦点位置，焦点位构成吸引力作用，也就是黑洞效应啊，所以呢，目前很容易发生快速的反弹。为什么要快速反弹呢？这个数字货币市场啊，在熊市当中一般都是缓跌急拉啊，熊市特征缓跌急拉嘛，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它是这样的啊，左高右低的右空形态，在这个位置上呢，在这个很低的位置上，你很容易去做空。但是做空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但不是追空啊。目前已经出现左高右低了啊，你追空的话，很容易被拉升过程中埋里面。所以呢，这个位置上布局的空单呢，不宜过大啊，耐心等待它反弹。反弹到什么位置呢？这里是一个位置，这个红色线是一个位置，红色线呢是日线级别。我们看啊，切到日线啊。听我的课一定要看图啊，日线级别
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压力，这个压力位呢在$2200，2200呢距离目前的价位啊还有20%的空间，25%的空间。这样呢，你如果在这里做空单的话，5倍杠杆都容易被爆仓。所以呢，以太坊的行情啊，要耐心等待啊。你可以布局一个5倍的啊非常小的单子在这儿做观察啊，即使爆了，你在上方$2250以上开始做空。开始做空。如果它发生日线级别反弹呢，就是非常大级别的反弹呢，我们可以挂单到26502650这个位置呢是日线级别上一波行情。我们看上一波行情最重要的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跌破之后，以太坊的下跌空间目前已经打开所以呢，你的做空的空间做空的位置要掌握好。行情当中，我之前说了，只有3个东西：趋势、位置。还有你的方向方向我们现在目前都了解了。之前我在4月份的说这个要暴跌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但是当前这个时间点很多人理解目前是大熊市，下跌呢还有很大空间有了这个概念，熊市的方向做空的方向我们理解了之后呢，找到好的位置怎么样找到好的位置呢？我前面在比特币的这里面说了，找压力位。目前以太坊的压力位呢有这样几个第一个这个小的结构4L级别的这个压力位呢是在$2000也就是当前的这个4L级别收敛结构这个位置。那第二个压力位呢是在红色线日线级别波峰连线，从最高点4877连接过来之后在2300构成的一个压力。你看这里面压力位2000、2300，然后2600。虽然这个空间很大，但我们主要布局空单的位置，我认为是在2250到2600这个区间上在这样的一个区间上找到合理的位置去布局是非常安全的，而不是当前你把这个所有的钱都压在这一个点上去做空，非常危险行情目前已经处在左高右低的一个右空结构上而且是日线级别的。反复的在这里诱空，上一轮行情当中就是这个第一低点出现之后$1775这个低点出现之后呢，我就通知大家你的空单获利了结，然后呢多单也不要开，耐心等待行情震荡结果呢真是没想到震荡了2周之后它才走出一个新低就是没有给我们更好的布局空单的位置。但是呢，不要着急，行情后面还有机会这个反弹呢会大概率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发生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结连4小时级别的反弹都没有做出来特别是比特币和以太坊没有做出很好的4小时级别反弹更别提日线了。但是呢，在山寨这边它就有像我们之前看的 JAL、GMT 它都做了4小时级别反弹，虽然现在跌下来了低点更低了，但是它毕竟做了4小时级别反弹呢。那主流币这里同样有这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原理没有发生就要耐心等待行情总会给我们机会不要在乎每天的震荡昨天甚至就是群里面很多人说这个震荡行情太难受了，太煎熬了，每天都在波动因为呢他总是想开单，控制不了自己，总是想开单，想进场这个欲望是无穷尽的总之呢，在当前震荡的情况下呢，要保持一个心态保持一个小仓位介入但是这个仓位不影响你生活的情况下，然后耐心等待反弹之后的高点的位置，更安全的位置，更合理的位置更有效的位置在这类熊市当中还有很大的下跌空间。我们前面课程当中说了比特币上轮行情跌幅85%，以太坊上轮行情也就是18年的行情跌幅95%。按这个比例以太坊跌90%的话会在$500以下，比特币跌80%的话会在$1.4万以下。所以呢，下面呢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做这段时间呢需要我们更多的耐心去等待一下，等待呢更好的位置
然后最后说一下山寨币啊，山寨币目前整体来说表现都非常弱势啊，几乎比比特币、以太坊更弱一些，甚至有的出现了新低啊，像这个 ADA、SAM 的这种都出现了新低，道指呢出现了一个快速拉升啊，但是我们当天看到了它的这个拉升啊，是1分钟线上的拉升啊，1分钟线上的急拉，你看啊，我划过来啊，1分钟。拉了10几个点，1分钟拉了16个点啊，直接把5倍空单全爆了啊！爆了之后呢，我跟大家说啊，爆了之后啊，然后反复震荡啊，它不容易走出新高啊，不容易走出新高，趋势呢是下行的情况下啊，特别是这种特斯拉喊单的啊，特斯拉周边可以用道指付款嘛，特斯拉喊单的话啊。它还是容易往下走，还是容易继续往下走，偶尔插针继续往下啊，走出这样的行情啊，除非比特币能出现特别大幅的反弹啊，它会走一波。但是呢，只要它急拉啊，只要它的这个拉升的时间级别是在1分钟到5分钟啊，比如说这根针16%的针，它是1分钟的。只要出现5分钟或者1分钟这种时间级别的快速拉升的话，大概率啊都是做爆空，但是做爆空的同时在高点位置啊，它还是吸引多头进场啊，然后它会下杀爆多。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出现急拉啊，在稳定之后呢啊，布局空单，布局一个低倍的空单即可。啊，山寨币这边呢，还是更多的建议啊低倍一些，因为整个山寨币市场呢，几乎都是比特币或者以太坊的加了杠杆的一种东西。那你玩合约的话，一定要是3倍、5倍啊这样的去玩啊，这样呢才能更好的抓住它的趋势行情啊。我们再看一下 GMT 啊 ，GMT 今天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跌，几乎达到了前低啊，前低的这个位置，这样呢，它的行情基本上宣告了结束啊。我们之前观察它是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啊，这是第1轮4.2级别回调，第2轮然后4.2级别回调，然后第3轮没有完整发生，然后开始做日线级别下跌啊，这里是日线级别下跌，然后这个位置呢是4.2级别反弹啊，一定要看图，4.2级别反弹之后形成小日线级别收敛。小日线级别收敛，看这里啊，白色线构成的结构，这个结构发生跌破啊，几乎出现了一个新低啊，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行情宣告结束之后呢，我们认为它最重要的一个压力位在1.2美金附近，所以呢，如果它反弹到1.2啊，积极布局它的空单啊，因为它有个这个结构在这里啊，当然了。1.2如果进场的话，止损是在1.36这里即可啊，因为这个位置呢是它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啊，这是一个筹码密集区啊，在黄色线这个位置上布局空单，然后上方要有个止损啊。我们做单的前提是啊，不伤害别人，同时也不要伤害自己。那不伤害自己的做法呢，就是啊进场就要设置止损。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